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美食秘算的魔文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玩真的就是这款来自于美泰风火轮和变形金刚联名的一款产品。看这个盒子，相信大家关注这两个 IP，哎，也不叫 IP，风火轮是品牌啊，也是 IP，因为品牌它算是美泰，它算是孩之宝。联名企划的话呢，这应该就能够明白，这是一款之前也推出过同系列的产品的合金小车比例1:64比例的一个擎天柱，也不叫擎天柱，暗黑擎天柱的一个车头。盒子外包装是这样，但其实在到货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牛皮纸外盒啊，还算是比较考究的一个包装啊。的确，内部的怎么说呢？这款玩具我觉得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乐趣就在它的包装制品上。好，我们废话不多说了，打开盒子一点点看吧。盒子呢是一个侧开的这种里面还会有一个风火轮的 logo，一张雪梨纸拿到一边。内核呢可以看到左右分开包装，分别是我们载具形态的一个黑色卡车头，以及右边的暗天云 Nemesis Prime，那是暗黑擎天柱、暗天云，或者说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擎天柱黑暗版的个说明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说明书吧。哎，说明书只在下面一个巨大的八仙湖 logo。正面是极玩具那种网格线的一个包装的风格，背面呢是它这次的包装的一个玩法。之前推出的擎天柱呢也是这样，它可以切换载具形态下是风火轮车辆的一个包装风格，然后变形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人形的变形金刚风格的一个包装。内部呢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极一模式变形过程也真的是非常简单4步完成。左边我们先把右边拿出来，右边上面一个封壳拿走之后呢，就是下面我们载具形态的一个塑封包装，以及它的一把小枪，记忆形态是手枪。这边呢，这盒子呢收拾一下吧。突然呢，就是它的一个风火轮风格的一个载具包装还有这个包装外盒可以看到里面还有那个塑封底及它的一个纸背板，一面是风火轮的包装风格，就类似于这种挂卡的一个形式，但是它没有挂货。背面呢就是变形金刚风格，适配于另一个人形的吸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载具吧，哇，不愧是合金小车，拿手里还挺沉的。大小方面可以看到，它是比风火轮的不可变形小车是要大一点的，大了1圈左右整个载具形态呢，拿手里第一感觉是重，第二感觉呢就是有点松，就像这种车尾部可能就有点松垮，而且呢有一点深狭这就是应该收纳在车窗里的拳头人形拳头的造成。整个涂装呢是黑色暗天云的涂装，油箱呢电镀非常亮，腿也是电镀，轮胎是橡胶胎铁底胶胎车头部分呢打开呢就是它人形的拳头，滚动性我们来看一下还算不错。然后载具形态和普通风火轮小车放在一起呢，比例上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当然，风火轮这个比例也是图个乐。好我们看完载具形态，我们就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吧。变形它就是极一的一个风格。首先把手臂翻转出来，然后把车顶这边呢头放上
封面头雕，然后腿呢往前打，然后伸出脚趾，然后往前翻转啊，它的变形啊。步骤呢基本上完成，我们剩下要做呢就是安装上它的一个拳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脚趾非常松嘛，拳头区分一下左右拳，装在它的一个车灯位置，很多是塑料件啊，连接感比较细的，这装起来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脚趾就完全没有阻尼感的样子啊，就箱呢也是完全复刻极一的一个造型，是在比例上稍作缩小，所以说呢，它的握把是没有办法握持，握持要靠中间这个杆儿才能够完成武器的一个握持，而且它呢，握持方面呢是要弯着斜握的，正面的它枪把会挡掉。整个人形造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啊，肩部呢有汽车人标识改成霸天虎标识，但是因为它本身肩部有铆钉的刻画，这个标志看上去细节呢就会被它的模具凹凸呢所掩盖掉一些，看的并不是很清晰。整体造型上来说，几乎是还原及一点没变，除了在腿部变形的时候，它一个联动好像是没有。极一变形的时候，它车子两腿并拢变成人形了，它会有一个两腿往外平移的这样一个联动啊。背面依旧是空空如也。可动上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急啊，大臂360度的旋转，小臂呢90度啊，并没有肩膀平抬的角度。头部呢是有可以旋转的一个可动，腿部呢就没有了，除了变形还原的后踢之外，没有侧踢，没有前踢，没有虚实。涂装方面，膝盖有涂装，手臂紫色涂装，其他呢基本上除了车身的一个银色涂装外呢，就没有什么其他涂装了。相比来说呢，还是比极一造型的原色擎天柱呢是要少一点花色的。而且最关键，你看它脚尖，因为是金属零件啊，它是如果你站立的话呢，可能没什么问题啊。你把它拿起来的话，它脚尖稍微一碰，它就载具形态下的收纳方式呢，就像刚刚所说的啊，把它收进这个塑封里，来看一下是个什么效果吧。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合，再把这个原本的封号盖上。在纸品方面呢，翻转原来的车型，变成人形，再放回去。整个包装风格呢，就从风火人小车的风格呢，变成变形金刚人形的一个风格。原本车型下的这个吸塑包装呢，我们就收纳到它一开始右边那个纸盒里就 OK 了。放入盒中呢是这样一个效果。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玩具打分呢，它想给6分啊，想给3分，但是最后摸着良心只能给到2分，因为它无论从一个把玩效果上来说呢，还是售价上来说呢，它都没有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程度。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这个包装给了你提供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玩具本身上来说呢，它是非常的普通，毕竟今时今日再用极易玩具的那种设计来卖的话呢，是有点不太够看的。虽然说它有很多合金，但是它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它差不多的售价情况下呢，Takara Tomy 的 Miss Link 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把玩体验啊。实话实说，同样差不多价格，各位两款你们会选哪一款啊？我是毫不犹豫的会选择 C01啊，不但有极易风格的造型，也有现代的可动，同时还会有车厢啊，体积上也更看。这款呢就不太行。而且如果我在运输当中稍不留意盒子再有点损坏的话呢，这部分的情绪价值也基本上就泡汤了。所以说呢，玩具本身我觉得它只能占到大概30%到40%的一个
卖点，它的盒子可能会占到更大的一个风格。如果你恰巧是这两个 IP 的一个粉丝的话，否则你真的是不太推荐入手这款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